不久前，俄罗斯国防部召开年度扩大会议，总结了2022年俄军的建设成果以及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针对此次俄军在战争中暴露出的问题，会议决定将放弃如今的营级战斗群 BTG， 重回大兵团作战。那么，俄军将如何解决突然暴增的武器需求呢？这次军改又会对战争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咱们接着往下看。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俄军基本全面继承了苏军的编制模式，但是在2次车臣战争和南奥塞图冲突中，苏军这种专门为世界大战而设置的编制就暴露出了臃肿低效的问题。在2008年，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顺应当时师改旅军改潮流，试图在俄军内部也推行师改旅改革。但是由于经费不足以及谢尔久科夫本人深陷贪腐丑闻，这项改革最终于2012年失败。在绍伊古担任防长后，结合俄罗斯实际情况和谢尔久科夫此前的经验，最终推出了 BTG 编制。BTG 通常以一个摩托化步兵营为核心，加强配属数个连排级的坦克、炮兵、防空和侦察作战单位。这种编制的优势在于可以根据作战需要专门加强某种部队，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合成化和初步信息化。该型部队在2014年的顿巴斯冲突和随后的叙利亚战争中表现十分亮眼，引发了美国国防部的极大关注。不过，虽然 BTG 在小规模冲突中有着近乎压倒性的优势，但在俄乌战争这样的大规模高强度冲突中， BTG 的劣势就暴露出来了。因此，受到教训后的俄军决定再次进行军事改革，重回大兵团作战模式。此次俄军的重建主要还是以陆军为核心的联合作战体制。这场战争让俄罗斯充分认识到，陆地战场的胜负才是左右战争结局的关键。即使在战争刚爆发时， BTG 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在大纵深作战下，俄军在第一时间占领了很多乌克兰领土。伞兵和大规模装甲部队也是剑指基辅。如果当时泽连斯基没有坚持下来，战争或许真的会在短时间内结束。但事实并没有如果。但面对快速反应过来的基辅驻军和希尔斯基的游击打法下， BTG 作战自持力不强、保障力不足等弱点相继暴露。此外，俄军联合作战能力有限，在乌东陆战场受多重因素影响，俄各军种各部队无法进行高效联合。因此，为理顺陆战场作战指挥关系，俄军计划重建以陆军为核心的联合作战体制，使部队在战术战役层面实现战场指挥权的高度统一，从而通过发挥俄军传统大兵团作战优势，取得战场主动权。在新一轮的改革中，俄军再次推动旅改师进程，这是因为旅级部队机动灵活，但编制员额较小，力量有限，无法有效应对持久高强度消耗战，并且难以同时在多个方向上完成作战任务。因此，俄军有意恢复师团制，除打算将7个摩步旅扩编为摩步师，并重新组建3个摩步师外，空降兵也将增加2个空降突击师编制。同时，俄国防部还计划在现有海军陆战旅基础上组建5个海军陆战师。而此次改革的第2点，则是要为俄各集团军配属空天军作战力量。在这场俄乌战争中，俄空天军也暴露出出动架次过少、精确打击效果欠佳、与陆军协同程度有限等等问题。为此，俄国防部准备给每个集团军配属1个混成航空兵师和1个陆航旅，确保实施空敌一体作战。而前面俄罗斯提到的新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2个新军区，主要是优化西部战略方向兵力部署，为应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可能出现的新威胁。在新的1年当中，俄将再次宣布扩军，计划将俄军人数增至150万，其中合同兵将增加至69.5万，与当前数量相比几乎翻了一番。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人数是上去了，但那关键的装备和后勤却还是跟不上啊。毕竟此前苏联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使军队克服绵亘的正面火力，迅速消灭敌军战役集团，夺取战略性胜利。这也就代表着俄军不但要有庞大的军队，还要有大量的火炮、飞机和坦克。
但这火炮和飞机坦克可不是填几个报名表就能造出来的，期间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和时间，而此时俄罗斯最缺的恰恰是这两样。此前已经有不少新闻显示，俄罗斯开始启封上世纪留下的武器，什么60年代的 T-62坦克，50年代的57毫米高射炮，只要是还能用，都通通拉上战场。至于为什么不去坦克坟场启封一些性能更好的 T-72和 T-80，大兵猜测其中大部分怕是已经生锈，毕竟俄罗斯所谓的封存和其他国家的封存是两码事儿。美国将武器装备封存在干燥的沙漠中，关键设备拆掉放仓库里，一声令下很快就能解封上前线。而俄罗斯所谓的封存就是扔到西伯利亚露天生锈，而且由于缺少经费，封存武器该做的工作也是缺斤少两。特别是被西方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光学电子设备已经见底，因此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俄军才去启封什么没复杂光学电子设备的 T-62坦克应急。虽然如今俄国防部又斩下了翻新800辆 T-62的订单，但无奈俄罗斯军工厂的能力不足，年产量仅能维持在200辆左右，远远赶不上前线消耗的速度。即便是现如今这些工厂都开始了3班倒的狂暴模式，也依旧无法与拥有整个北约做后援的乌克兰相比。至于在火炮数量方面，苏联倒是为俄罗斯留下了不少遗产。据了解，在苏联解体后，俄军至少接收了2.3万门各型火炮，但由于经济太差，俄罗斯军队封存了大部分火炮。有数据显示，俄罗斯军队现役的各型火炮只有4700门。随着如今俄乌鏖战惨烈，导致俄火炮快速消耗，早在几个月前，俄罗斯就开始大批量解封各型火炮，其中包括风信子 2A36 式加农炮、第30型牵引火炮等。而这种牵引火炮的解封相对简单，上点黄油出厂就行了。至于自行式火炮和火箭炮这种就相对麻烦点，必须对发动机进行精密维护保养，因此相对而言，解封火炮比解封坦克要容易许多。俄罗斯再解封个几千门火炮问题不大，但炮管及弹药等零配件供给是否充足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而在战机这方面，俄罗斯也是卯足了劲儿开始生产。最近，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下属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完成了苏57和苏35战机的年度生产计划，同时该厂生产线也正在进行改造升级。显然，在战机方面，普京打算走高端路线，以代差优势来碾压乌克兰空军。但就是这个制造的时长怕是有点问题。据悉，俄空天军预计在2年后将会新入列22架最新的苏57隐身战机，2028年装备数量将会达到76架。其实对于俄罗斯目前这个经济来说，2028年装备76架苏57确实是一个很快的生产速度。但目前咱们也说了，俄军当前最缺的就是时间。现如今，随着欧洲豹2同盟的成立，乌克兰的地面部队将得到快速扩张，而在坦克援助之后，必然就是战斗机的到来。显然，俄罗斯的制造速度并不能和北约的援助速度相比。因此，最后咱们也得出结论，俄军即使是快速扩军到150万人，但也会由于其中大部分人缺少装备和实战经验，而导致发挥不出全部实力。另外，除了装备资金这些之外，俄军最难以弥补的还是信息化作战方面。在开战后，俄军就因为信息化能力不足，而导致其在战争期间仍沿袭机械化战争传统战法。对此，俄军准备进行重点提升。在此次俄国防部会议上，有官员表示，将拓展指挥自动化系统的覆盖范围，优先为营以下作战分队配备指挥自动化系统终端和新一代数字电台。同时，还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提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将无人机配备到班排作战单元，并将之整合于统一的战场侦察网络，通过保密信道实施传送信息，从而大幅度提升侦察打击回路效能。我们知道，战术这东西是要跟着技术走的，但不同条件下，军队也有着不同的打法。如今，俄罗斯无人机方面其实还好说一点，毕竟其背后还有着伊朗这个供应商。但要说那些高端点的人工智能、提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这些都是俄军无法快速做到的。因此，在没有先进、完整、庞大的3军一体信息化指挥控制系统的前提下，俄罗斯只能去寻找自己的解决办法。
也就是像当初苏联对抗德国那样，打一场穷人的战争。毕竟当前的高科技战争实在是太贵了，俄罗斯他还真打不起这样的战争。只有武器装备和士兵战术相结合，才能打出一套适应战争环境的战术战法。尽管在这种作战模式下，俄军部队的合成化程度会降低，战略反应速度也会变慢，但胜在兵力资源更多，能够应对更大规模的正面作战。而绍伊古在会议上提议重启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军区的原因，也是因为毕竟部队规模上去了，所需要的上级指挥机构与驻地规模也得跟着增加，怎么说也是进一步扩军35万，粗算一下就是12个军。虽然其中可能还有包括海军和空军部队，但总的扩军规模也是相当大了，必须要建立额外指挥机构协助运作。那么问题来了，扩军之后的俄罗斯会变得更强吗？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俄军改不改革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限制俄军战斗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兵力规模与作战体系建设。如果俄军在俄乌前线投入的战斗群数量不是115个，而是300个，每个战斗群的体系建设也都很完善，那么俄军就算不进行军改，他们在前线的表现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差。反过来说，如果俄军只是将作战编制从营改成师，单纯的增加前线兵力，而疏于配套体系的建设，那么俄乌战争到最后也无非会变成双方比拼人数的消耗战罢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此次俄罗斯的军事改革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对本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咱们下期再见。